第一点。那现在在做的是认真检查，这小梁。哦，在这里，我看过2个人的，我没有看过牛的。我们就是把它做打包，让它在薄膜里面发酵，它就优格牧草，牛吃的消化比较好。对，哎呦，就是30天那个酒香最棒，还有酒香。对。9年呢，加在里面。哦，鲜呐，它有一个蛤蜊的味道哎，哇，吓死你，真的。牛奶是最古老的天然饮料之一，不仅风味独特，而且营养丰富。但你有听过鲜奶其实是有个特性的吗？同样都是从乳牛身上挤出来的纯生乳，但每一家牧场的鲜奶喝起来风味、口感却都不太一样。据说原因就出在新鲜的牧草上。特助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小豆，我是小豆。听说你们家的牧场养牛，对，生产牛奶，对。那这一般不是都是酪农做，但是你们连他们的饲料草你们也自己做？对，从头到尾。对。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连草都自己种？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碳足迹比较降低，因为你完全依赖进口，自己的连成本在。对。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种草的话，对于台湾的农地的再利用也是有帮助的。哦，那所以每一种草都可以吗？还是特定吃什么草牛会比较健康，牛奶比较好喝？看你的土地适合种什么草。哦，像我们北部这边是盘古拉草为主流，所以说我们这边是种盘古拉草为主。盘古拉草，盘古拉草长什么样子？它是一个细细长长的草，这是已经收割完剩下的幼苗再长出来的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盘古拉草。这人可以吃吗？哎，你要吃当然也是可以啊。确定呢？它不会有毒。真的吗？只是好不好吃的问题。哦，好啊。但是我们这组通常都是摄影师先试的。垫一点点，垫一点，嫩芽给你，然后再给我，好不好？你们现在等谁先吃？我一定会吃啊，我吃里面。蛮草青的感觉，对，蛮草青，它不涩哎。对，没错。所以说有些人甚至把牧草打成果汁，也有。好，那我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满足我一下？可以。我从来没有开过除草机，我可不可以帮你除草？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，来。下去看，我一直感觉没除到草，原来是有哎。对，我刚刚在这边看，我以为没有除到草，你知道？结果他刚刚这样一拉，才确定有除。我以为我自己是不知道在开什么，好像在开好玩的。那你看，哎，它整个被我除起来了，好酷哦！哇，哎，开除草机好好玩哦。所以我是不是会开？对 ，I love you， 继续开。盘古拉草
原产于非洲。台湾在1957年自夏威夷及菲律宾引进种植。虽然盘古拉草看起来很像杂草，却含有丰富的纤维质及粗蛋白，是反刍动物补充营养及成长的饲料来源。利用收割机修剪后，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打包作业。草现在割好了，我们来去把草收起来。 第一次坐上大型曳羽机，操作牧草的收割与打包作业，不但看起来帅气，而且好像轻松好上手。看来我很适合当酪农哦。 原来打包机的下方有一排耙子，会自动将底下的牧草耙进机器中，再将牧草慢慢的集中成圆筒状。但集草的过程中，如果有牧草塞住，就必须停车排除障碍。幸好大哥当机立断叫我下车处理，才没让状况更严重。 我也是照这样收啊，我也是一样，我也是一样收法。时候要往回头看，真的，对他，你看他收的时候，他在看收草机。我刚才有往回头看啊，你要看收草机状况，如果有状况要立刻停车啊。你看到有状况的时候，你没有继续还在收，所以说你看到你刚刚这边开过去的时候，草都没收起来。哦，到那边没收起来就应该要停。对，就是说你的收草已经卡住了。哦，要赶快停下来，把那卡住的地方收，把它让它排除，然后继续再收草。 我想这一切都是归咎于运气不好，是技术不好。哎，这个真的有难度，因为你要去注意很多东西，因为它是前面拖一台车，前面一台车，后面再拖一个那个收草的，所以要，对啊，有难度哎。你看，哦，它也卡住了，对不对？不一定，搞不好是已经结束要卸草。哦，要卸草了。 现在在做的是认真检查，这讲的。哦，对，我看过2个人的，我没有看过牛的。我就是把它做打包，让它在薄膜里面发酵，它就优格牧草，牛吃的消化比较好。对，这是30天那个酒香最棒，还有酒香。对，你怎么会没有吃过？ 我
台湾第一点。太好笑了吧！它就像是拉屎一般的把它拉出来，哎，哇！ 马戏团，他们有按一样的。哎，走不动了，好好玩哦，会不会我下一个工作就是太阳马戏团来邀我？好酷哦，它就是这样子一个2台机器。 就完成了所有的收草，一台把草割掉，另外一台把草收起来，然后用这个绳子把它打包起来，然后再回到牧场里面。原来养牛被他们讲一讲，听起来好像也蛮简单的哈，但先决条件，你要有这么多的地，你还要有这么多的机器，你还要有这么多的牛，因为你只养一头根本不够啊。这个如果只有1头牛吃，我想给它吃个3年都吃不完吧。 日本有句农谚：有良好的牧草，才有良好的家畜。虽然盘古拉草可以让乳牛的牛奶更香浓，但好还要更好。牧草的肥料取自于牛只粪尿，经过6个月发酵做成的有机肥，不再另外使用农药与化肥，让牛妈妈们吃着自家种植的新鲜牧草，生产出的鲜乳不会有农药残余物，环保又健康。 而且为了让牛妈妈吃得更营养，特助说他们还要让牧草变成优格。特助，我们现在从那个牧场里面把草采回来，卷好了。你说变成优格牧草是什么？对，我们就是把它做打包，让它在薄膜里面发酵。薄膜里发酵，对，它就优格牧草，牛吃的消化会比较好。对，哎呦，这怎么做？现在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要把这个。 要怎么包？我们有专门的机器来打包它。哦，真的吗？这台。哇，来，我看一下怎么包。我把它开过去。把它整个密封起来，让它在里面不要有其他菌进入，然后让它自己去发酵。对，用到草原本的菌，然后隔绝氧气，对，让它在没有氧气的环境下去发酵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来看一下，可以怎么隔绝？这位是我们牧场的主人。哦，主人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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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先洗过嘞。简单找个绳子给它缠一圈掉。缠一圈，然后嘞？然后开始转。等到了1圈以后，全部包满了以后，开始算这个，你看9是这个，对，算到9就差不多。算到9回来就对。哦。所以现在还不用浪费力气，现在还不用算，包满1圈。就整个包起来就对了。上面还有一点没包到。没关系。没有，对，它这个都包到，放心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
放这土，然后要倒退，它会挡住。哦，这个就是。就这样包起来要包多久？就是我们决定要那是，我们现在包通常1个月，通常都包上1个月，对，然后1个月之后再看。就是30天那个酒香最棒。
有酒香。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有吃过？没有拆开时候那个味道，你人真的就很酒香哦，像什么样的酒香？花香味的。哦，月子餐的概念了。哇，好酷哦！那我可不可以试开一下？没有，先推下去啊。哦，要把它推下去。看有没有到定位啊？好，如果没到定位，可能就破掉，要重包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你不能搞破掉。它定位感就这只。我推到底，它就不会动，成功。哎呦，好，它再拉回来，这样就可以。所以它这个完全是机械化、自动化。它连这一边都是设计好的，对，它就让它下来顶住，刚好就会来到这里，对，然后再用这个把它整个对讲机把它整个缠起来，然后铲去放。哇，等一下，给你放草，好，啊，这个摆，怕弄破，这个我来摆，重包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来，要不然弄破你要再重包一次。我觉得是男生都会喜欢的，就好像来到一个超级工厂，那个机具是不是我们平常能够参与到、能够操作的？就算你平常去跟人家讲说，可以借我玩一下吗？我觉得不会有人让你玩。但是也许我们是因为拍摄团队，那也许我平常表现还算是还可以信任，所以他们就让我开了。那这又会让我想到台湾的教育模式，会不会台湾绝大部分的父母都太小心了？太小心你的小孩哦，不要接触到危险，那里有危险。但是是不是能尝试着让他认识危险，他就可以知道我以后怎么避开危险，而不是禁止他接触。我觉得应该要让更多的思维是，我可以让你接触，但是在有效跟能够看得到的情况下，让你去接触了这些器具，让你知道什么是安全，怎么操作。就像我在操作的时候，我自己就好像回归到一个小孩，甚至好像是一个牧场主人的小孩一样。他就说这很简单啦，像开玩具一样，你哪一只手动什么，哪一只手动什么，脚怎么动，你就开始慢慢的油门一点点哦，他会在旁边帮你看着，然后把安全系数告诉你。我觉得这是好的。盘古拉草产期为3至9月，正逢台湾雨季，牧草生长速度快，营养成分高。到了冬天，盘古拉草的生长就会变得相对缓慢。为了预防冬天牛妈妈牧草不够吃，牧场会在冬天前先将盘古拉草收割打包，再包膜储存发酵，成为营养又健康的优格盘古拉。除了让牛妈妈们吃得好、住得好，就连他们的健康也是有专人打理的哦。我来看一下检查你哦，曾兽医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你现在在做什么？在妊娠检查。妊娠检查。对。啊，你现在是到他的直肠吗？对，肠道。直肠超音波检查。哦。这是超音波镜头。超音波镜头，然后从直肠下去照他的子宫。对，然后呢，在 iPad 那个。iPad 上面吗？对。可以看得到吗？可以看得到。哎，真的。对，会踢啊。哎，你不怕他踢你哦？有啊。哎，在这里，那个是吗？那个黑色圈圈，这是一个神秘的味道，超神秘的哎，这神秘到你吃到嘴巴里，你还感觉不到什么味道了。9年哎。摘完第1点，那个是吗？那个黑色圈圈，黑色圈圈里面那个白点就是。再看一下，再看。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刚在这里。对。好。哎，我看过很多人的，我没有看过牛的。我看过2个人的。哎，对啊，这小牛。哦，在这里。哦，现在这么小。对，因为它才40天怀孕，40天。哦。所以你现在每天来都要帮这些乳牛，对，我们做检查，定期直肠检查，对，定期检查。那现在在做的是妊娠检查，那个人工受精过后40天，我们就会做妊娠检查。所以等到它整个孕期结束后，然后你要把它生出来，也是你帮忙接生？哦，不用，它会自然产。自然产，对 ，OK。然后牛怀孕跟人一样10个月啊，10个月，对。哦，它放屁了，哦。可以了，在超音波的部分 OK 了吗？
没关系，你可以继续。我就看好了。你看好了？对，我就看好了。你都不怕被他踢哦？小心就好了。他有些你不要惊吓到他了。你只要惊吓到它，就容易被踢啊。OK。所以如果要有乳牛，它必须要先有怀孕，有了小牛，它才会产乳。对，是这个概念。对。哦，懂了。当我看到他妊娠检查那个超音波，你看到跟窦大福、窦大人出生之前的超音波是一模一样，你能够看到他在那个胚胎里面，他也是一模一样，他也会是这样长大，他也是10个月的时间，然后他被生下来，然后他产乳，然后牛它继续长大吃草，但如果能够挑选，我后来这个开关就被改过来了一下。如果能，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可以挑选的食材，他也可以去选择他要吃什么。对，但我并没有要告诉别人你不要吃这个，不要吃牛，没有。但是只是我自己参与了这一部分，我发现，我对牛肉牛排好像没有那么大兴趣。乳牛的怀孕期和人类一样为280天左右。从小牛出生后，牛妈妈就会开始泌乳，在一开始的6个星期中，奶量不断提高，然后再慢慢下降。而泌乳中的乳牛如果发情，就可以再进行配种。至于这些新生命的诞生，也得透过兽医的巧手下才能完成哦。我想问一下，像在这边，你怎么去挑？你哪一只母牛你需要打精？它会发情。发情，你怎么判断它有没有发情？它会嫁成。嫁成是什么？就是这头母牛会去骑另外一头母牛。哦，母牛去骑母牛，对，就表示它发情了。对，那你只要有看到就把它做记号。对，把号码记起来。哦，然后就可以打了，然后我就做人工受精。哦，好。那好，你可以打。这里面就是吗？那你怎么打？我把它放进去啊。放进去，然后打，这么细耶，不会伤害到它吗？就是这么细才可以过子宫颈管。哦，才可以过子宫颈管。对，然后我做人工受精都会过子宫颈管。所以它会不会没什么感觉啊？我说它不会感觉不到痛啊？不会痛。哦，所以你一只手去摸子宫颈管，一只手。对，左手抓，从左手从直肠进去抓子宫颈管，抓子宫颈管抓住，然后把这个穿到它子宫颈管里面，然后打进去。哦，好像是一个，我觉得好像那种拆弹的人就盲，你是完全没有视觉可以看得到，但是你要手伸进去，知道它在哪里，然后那个打精的这个器具，你要能够到子宫颈管里面，然后把精子打进去，然后让它成功的受孕。绿色就是精液管，精液管，就是0.25cc，0.25cc 它就可以成功受孕了。机会有多大？0.25cc 受孕的几率有多大？不到6成，5到6成，只有5到6成的机会。但是5到6成来说，它又要能够怀孕出母牛的几率有多高？50比50，就是在一半，你要成功的5到6成，然后在5到6成里面再去找50% 的母牛。那我们有时候会用显性精液，对，显性精液就是可以到90%以上。哦，如果用显性精液，它就是90%以上是母牛。哦，懂了。所以你就这样帮他做完他的，等于算帮他打精，就这样就等他怀孕了。对，然后再来做产检，多久以后来做检查？40天。40天，就是从今天算的40天以后，你再来帮他检照超音波，有没有成功？就像刚刚一样，有没有成功受孕？哦，好数位的管理哦，好数字化全部的管理，都靠记录啦。大型兽医好辛苦，还好啦，是吗？每一年从兽医系毕业的有多少？不太清楚。是哦，但是能够真正参与到大型兽医的，只有10几个而已，都没有人要做大型兽医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辛苦，你看龟心孤晒，对，但是没办法，但是在做一件也是兽医嘛，你还是要照顾他们所有的健康跟所有的身体的状态，还有生产，哇，产乳，好吧，谢谢你。在经济利益考量下，透过人工受精可以生产出预期性别的仔牛。
而且能够保证生产出来的小牛品质良好。一般牧场因为公牛无法产乳，所以呢，在出生不久后就会卖给肉牛业者。但特助说，因为他们有经营观光牧场，让小公牛们有了产乳以外的价值。至于牛妈妈们1天2次辛苦挤出来的生乳，除了提供给我们饮用，加工做成其他乳制品。每当冬天牛乳产量过剩时，还可以做成 cheese。说实在，我没有拿过这种器具耶。这个是我们做切cheese在做进行粗切细切的刀具。哦，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的鲜乳，我们加了什么？凝乳酶、凝乳酶跟乳酸菌。乳酸菌，对，就加这两个。没有，我们这个是凝乳酶加乳酸菌，是莫扎瑞拉cheese要加的。对，那我们高达会再加一个那种腌制种子的天然色素。OK， 还会加些化钙球来补充钙质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动作是要做什么？把这个cheese的全驱物做粗切细切。粗切细切为什么要这样做？cheese的软硬度决定在这边，只是说我们它一旦刀切下去之后，乳清水就会跑出来。乳清水 ，OK， 就是我们切的越细，水分跑出来越多，做出来cheese越硬。哦，切的越粗一点，含水量越高，做出来cheese就越软。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追求的是硬的cheese还是软的cheese，就看你的选择。那cheese的浓度呢，也会在这时候取决吗？对。哦，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下去了。放下去切啊，对，就切了哦。对，切了，没关系，真的哈，真的。然后啦，哎，好像切豆花哦。没错，好像切豆花哦，随便搅，随便搅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用机来切了。哦，哎，好像豆花哦。哇塞，好有趣哦。哦，你看，我现在越来越切，好。这个前驱物在刀切之后，乳清水就会跑出来。所以说，等于说，水溶性的乳清水跑出来，脂溶性的cheese就凝结浓缩。我怎么听你聊天好像在上什么化学课？我现在在上课哎。哦。cheese 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传说是人类制作出最古老的食品。不论哪种天然的 cheese， 在乳品压实成型前，制作方法差异不大，但一定要用未均质的生乳为主要的原料。所以现在这样子是上面都已经好切好了。对，我们第一次排乳清，对，把乳清排掉。对。所以现在这个水出来，这些就是乳清水。乳清水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们做在英文叫混，那就是说我们乳清过一分之后，水溶性部分就是乳清。OK， 它只是比奶的白色更淡的颜色，但它还是奶。对，颜色比较淡，所以说它就是乳清。所以说因为这样关系，所以才叫乳清，它还是白色，只是比较淡一点、比较浅一点的白色。那所以它是可以喝的吗？可以，它也可以喝，可以喝。它这个喝的话，就是说味道很像你把牛奶加水去喝起来的味道。特助说，将乳清滤除后，剩下的凝乳还要再入模成型，脱模后再用盐水浸泡，让它慢慢熟成。而这些看起来像豆花的凝乳，吃起来又是什么味道呢？难得有机会，赶快来尝一尝。哇，对，特助，所以这你也从来没吃过。对，这是我们刚才现捞出来的。对，因为在生产线上，你说在生产线上吃东西其实很奇怪，因为生产就表示你的生产线是有问题。对，所以的卫生控管问题，所以不可能在那边吃。哇，那是因为我们今天有特殊要求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吃得到。这是 cheese 的第一线。对，等于说 cheese 全驱物。哦，可以试一下。对，来，我也吃看，我自己没吃过。这是一个神秘的味道。超神秘的，那神秘到你吃到嘴巴里，你还感觉不到什么味道哎，它完全没有味道哎，没错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对，这应该怎么形容？它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它就是没味道。所以cheese还是要让它有时间发酵过，对不对？才会好吃。对，但其实它就是 cheese 的原型。对，很奇怪。对，我不知道。
我们在后段制成还会再泡盐水。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泡到盐分，可是盐分没进来，所以说味道很淡。味觉里面有我酸甜苦辣，它里面没有沾到任何一边都没沾到，没有平衡。酷哦！恭喜你，你终于吃到了。自产的鲜乳加入凝乳酶、乳酸菌还有盐调制而成的天然起司，每10公斤的生乳才能制成1公斤的起司。特注说，大部分起司的前段制成相似，但后续会因熟成时间与条件等差异，让起司有不同种类。好冷哦！那起司一定要在这样的温度吗？因为我保持要在摄氏13度的温度，那湿度80%到90%，那基本上是100%潮湿哎。对，它要这么潮湿，但它还要在13度左右。对，哇塞，好来去看看它这样的环境它会变怎样？这么娇嫩，也不能说它娇嫩啊，你要这么为它创造一个哇。我没有看过这样哎！鲜呐，它有一个蛤蜊的味道哎，吓死你真的！对不对？台湾第一点，我没有看过这样哎，这个是它外层封了一个什么东西？我可以把它拿下来吗？可以。哇，有重量哎，这个大概一颗4公斤。对啊，4公斤的哇，所以我们刚前面做的，到最后它会变成这样，然后放到这边来。对。然后但它外面怎么变成这个颜色？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水性石油化，要上12道，12道。对，一次上半面，所以说总共会上6层。哦，你知道我小时候吃起司的时候，第一次拿到好起司的时候，就是干了一件很蠢的事情。它不是就一片拿来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我就这样，外面那层怎么硬硬的，我还硬咬，一直咬，然后把里面的起司全部吸干，吸完以后才把外面这拉再吐出来。我想吃起司怎么这么麻烦？又不是，它是为了要保存。对，因为我们在这种高湿度环境下很容易发霉。就是说，荷兰他们传统的起司上面的话，就是上蜡让它霉菌只会长在这蜡上面 ，OK， 不会往里面的起司长。哦，所以就是保存让里面是完好，对，但外面其实没关系。对，就是外面的话，它如果在这种高湿环境下长霉的话，它不会长到起司里面，它只会长在蜡上面，然后把它摘下来。传统的高达乳酪是扁平的圆轮状，脂肪含量约45%。为了避免起司因为接触空气而发霉，高达起司会在外层封上厚一层的石蜡，接着在低温高湿的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熟成。来，上大。哦，这个你说要上12次啊？对。怎么样叫上12次？就是说我们一天涂一次，不是一次涂12次，不是一天涂一次，干了之后隔天翻面再上一次，每次只上半面，哦，所以它整个是6层，就这样上吗？对，就直接交给我了。对，就抹，随性的抹没关系。好，你说的，我就乱抹。对。哦，就是把它封起来的概念。对，旁边也要上。哇，第一次上蜡哎，它不用很厚，所以它才会上到12次的原因就是它上滑层，干了再上，这样。哦，不是一次上到12次。它多久会干呢？1天。对，总共上12天，这样可以吗？你上起来好美，我上起来根本就乱。那上完12次之后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放在那每一个礼拜上1次醋。对，要上醋。对，上醋就让它保持一个酸性，让它霉菌比较不好长。哦，懂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起司的战争主要对抗的就是霉菌。对，他们要在这待多久？
至少待6个月。从新鲜的进来以后，最少6个月。对，那我们有时候会放到超过1年。所以反正只要封起来，不管放多久都可以。对，但是保持在这样的环境里。对。太麻烦了吧？你一个cheese，你如果要真正把它这样算是一直让它发酵吗？对，一直让它发酵，发酵到其实有些老饕专门追求这种长时间发酵的口感。对，就好像国外酒，对，那个你看国外他们卖东西，长时间放2年3年的，放1年的，是有价钱是有差的。对，有价格差多少？差很大。那有没有人真的就是把它一直放着，一直放着就不理它？我们有，你们有？我们有。在哪里？在我们有一个镇馆之宝，在我们观光厂里面，它可以看到一颗12公斤的cheese。我们今天看得到？可以，要看。台湾克服了气候及原料等因素，有了自制的 cheese。每种 cheese 熟成的时间各有不同，但相同的是都需要投入大量心血。而特助口中第一批制作镇馆之宝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呢？cheese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钙和磷，维他命 A、维生素 B12等营养，可以说是超级浓缩牛奶。有新鲜cheese之称的莫扎瑞拉，淡淡乳香加上乳酸菌的微酸口感，滑润 Q 弹。除了可以直接吃，因为具有很柔软的质感，加热后会产生很强的延展性，还可以运用焗烤料理以及披萨 DIY， 让美味的滋味越拉越长。这里所有都跟牛有关，对，除了肉，对，不是牛肉，因为我现在我最近真的，我以前超级爱吃牛，但是我最近就刚好都跟牛有接触，我决定，尤其就今天，我不吃牛了，我完全无法。我看到他看我那眼神，我可以喝牛奶，吃 cheese，OK， 然后喝汤，吃菜，但是牛，no， 这个是我们刚做的 cheese， 对，这是怎么分啊？这个长时间熟的话，它颜色就变深。对，它如果是新鲜的 cheese，它就白色。白色，对，白色这个叫什么？莫扎瑞拉是意大利传统 cheese。哦，就是我们会丢在披萨里面的凯西的那种。对，你可以吃一个。可以。哦。好神秘的味道。但它有。它这个比我们刚刚吃的那个 cheese 之前的那一块，厚重了一点点，就那么一点点。应该是这么说，在意大利它重视的是那个弹牙感。哦，弹嫩的感觉。对，它会这样，哦，这种感觉。对，哦，它重视的是这个。对。那我懂了，还不错。所以熟成的时间放了再久一点，它就变成这个。对，这个就是高达，是荷兰传统的cheese。哦，对，这看起来就真的很cheese，就像这个，牛火锅这边有用的这个。对，就是像这样。哇，一个洞，有没有？哦，直接烤一个，OK。它就有 cheese 的
香味，对，它整个就很香了。那同样的东西做出来的时间跟发酵时间长短，它就会改变它的味觉。对，而且硬度也改变。对，应该这么说。新鲜的为什么莫扎拉它保存期限只有1个月的原因，就是不是它1个月就坏掉，而是超过1个月之后，它弹牙口感消失。OK， 所以说它才能只保存。国外也是1个月的原因，也是因为这样，因为它的重视弹牙口感不见了。我以前喜欢吃 cheese， 喜欢，但我不知道 cheese 怎么来，我也不知道原来台湾可以做 cheese。我以为 cheese 永远都是进口，仰赖进口。哇，国外的 cheese 非常好吃，配红酒的时候非常的棒。但是台湾可以做，台湾做得到，可以把高达 cheese 做出来，而且很美味，很好吃。这个汤是用什么汤？我是牛奶加上高汤，牛奶加高汤，加在里面。哦，鲜呐！你知道什么是鲜吗？就是比鲜再更厉害，叫鲜呐！好鲜哦！我觉得这样好喝而且这样很神奇你知道出了一个什么味道吗？它有一个蛤蜊的味道哇，吓死你真的！台湾第一点，而且这样很神奇你知道出了一个什么味道吗？它有一个蛤蜊的味道哇，吓死你真的！等我一下哦，你看哦，这个，然后把这一个加进去，来，风啊，快，可以吃一个，真的有蛤蜊的味道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蛤蜊味？超神的！这拿碗更快，拿碗来！我觉得这个哇太神奇了，它居然有蛤蜊味特助，哇，请教一下，你有没有吃过牛奶变蛤蜊？你是不是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赚到了，真的，因为你可以吃到你家的东西出蛤蜊味，我没有骗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我帮你用这干净的叉子帮你拌一下。来，请喝。真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居然都没吃过？我没有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的高汤没有蛤蜊味，这样再混下去，我第一次这样吃喝到蛤蜊味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碰到我这种怪咖来，食材都会改变。等一下给大家一人分一口吃吃看。哇，真的很恐怖，那蛤蜊味实在很神奇耶，而且很好喝。这样喝好喝就是说你cheese的东西混到了，你一定要关火。对，所以说你让热汤出来，再加cheese是正确的。你不可以说我把cheese丢在里面，然后一下还在开火，那会怎样？焦掉，风味不好。cheese 不能加热，cheese 要用余热去做。其实一般我们都是只有知道喝牛奶，那牛奶怎么来？而我也是这一次才深刻更体认到说，原来台湾的牛奶算贵的，但是在贵的情况下，有一群人为了大家想要喝的鲜奶而做了这样的事情，就从头一条龙的服务，从牧场到养牛，到牛生产，到牛产乳，再把乳变成乳制品，再变成 cheese。其实这样的事情好像任何事情还是逃不出那个坚持。有多少人能坚持住这个，或者是有多少人其实想参与却参与不到？但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，我虽然不是酪农，我家里也不是做牧场，但是我可以从头的参与到原来鲜奶是怎么来的，而这样子下来以后，我会更珍惜你喝到的东西跟吃到的东西，跟你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。我觉得这次对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思
思维小开关被改变了，那个方向突然间改过去了，对。喜欢吗？记得按赞加订阅，台湾第一的，开启小铃铛哦。